嗨，大家好，这个我们今天来介绍新智利球属的雷头鱼。基本上呢，我会收集新智利球属，也是因为雷头鱼的关系。那当初我记得我看到的照片应该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个体，对，所以它这样的个体很吸引我，于是我就开始找雷头鱼的资讯。然后之后有机会拿到种子，我就开始播种跟种植。好啦，那基本上呢，雷头鱼它算是新智利球属的物种，学名是 Ariosis occulta。那 occulta 的意思呢，就是 hidden 或者是 secret 的意思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在原产地呢，基本上它是被沙石掩盖或半掩盖。然后，所以你平常是很难发现它的，直到它，比如说它开花的时候，你才会比较容易在野地发现它。不然就是，除非你本来就知道它那里有雷头鱼。然后呢，雷头鱼它原产在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也是蛮多 Copiapo 啊龙爪球属的原产地，在阿塔卡马沙漠的范围里面。Anyway，生长速度不快。体色呢，从绿色到咖啡色都有，所以呢，这是偏绿的个体，然后这是算是紫带紫的 feel 的个体，对，这样，所以颜色范围是跨蛮大的。好，这个好，然后呢，原产的植株大概5公分，我猜大概就是这样吧，对。但如果你园艺栽种的话，其实可以大于5公分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大概我手上10升的话，应该当然没这么大颗，但是这么大颗是有的10升的。不过我暂时找不到它在哪里，所以我就拿这一颗解说。好，但一般来说呢，10升的雷头鱼一般都是单头的，所以你看我这些雷头鱼，它们都是单头的，即使这个是。嫁接台木嫁接的也是单头的，对，一般来说是单头的，除非它是很老的10升，才有机会长侧芽群生，有点像是长成这样子，变成这样子。不过这个也是嫁接的啦，对，下面有台木，好，大概说明如下。好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它是有块根的物种，我们等一下来拆一颗来看看。但基本上它需要异化授粉，春末到夏初开花。现在我上一次最早开花的是3月，然后现在是5月20，所以就是春末到夏初开花。当然我有遇过秋天的时候开花，比如说10月开花，不过那是偶尔发生的，对。然后需要异化授粉，然后花的大小有大有小。基本上呢，它从粉红色到桃红色的花都有，对，桃红色，然后这个带有点黄的，然后这个比较小的花，看这个花的小的范围也是挺大的，蛮酷的，对。那网络上听说有白花的，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没有遇过，所以就不予置评。然后有偏粉红色的，像这个应该就是偏粉红色的，但是也算是小花的个体。对，那如果看过比这个还要大的话，这个大概就这么大嘛，对，大概就4、5公分。但我看过接近6公分的花的个体。是10升的，对，所以就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基本上呢，雷头鱼我觉得它是新智利球属里面排名有号的超级难授粉的个体，大部分我常常会失败。你看，很多我有授粉的都会失败。那基本上如果成功的话呢，你就会得到一个绿色或者是深绿色的果荚。这样子，绿色或深绿色果荚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失败的话呢，大概过了2周到3周，它就会这样子干掉，在原地干掉。那你没动它的话，它会一直维持很久。那如果你动它的话，它就会掉下来，这样子。
对，所以也是不太难辨认的，对，像这个有没有？这个都已经在那边很久了，然后还是一直没有掉，对，好，基本上雷头玉不好授粉的，对，而且又长得慢。然后异花授粉，假设异花授粉成功之后呢，我们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荚，来看看。好，我们就刻那一点，稍微剖开。好，基本上呢，如果这个应该里面有熟了，我刚好看了一下。好，然后它里面就这样子。当然，这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关系，所以它看起来颜色比较浅一点。但如果实际上成熟的种子的话，会比这个还要再深色一点点，不过也是咖啡色系的啦。对，这样。好啦，基本上这是它的种子。那如果你播种的话，在适合的环境底下，大约3天到2周内会陆陆续续发芽，可能也有可能3个礼拜，对，就看种子的状态。刚发芽的苗呢，它会长出2个尖尖的，算什么？算子叶吗？然后呢，慢慢长出刺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苗到中苗的过程。好啦，直接画面切换到小苗的育苗盆。基本上呢，2个子叶慢慢长大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它会冒出这种白白灰灰的这个小细刺。到细刺一段程度之后呢，如果是有刺的个体，它就会慢慢长出有点细刺的特征，但是它的这个白刺会慢慢退掉。这个小苗的状态，然后再大一点，这个大概接近8mm，然后再大一点，还是有刺，慢慢退成什么蜘蛛的刺的特征，然后再大一点，差不多1公分多，不到1.5公分，对的样子。好啦，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植株介绍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新智力球属拆盆。我找了一盆已经根长到下面去的个体来拆盆。好，那我们就挑这个块根已经长到下面的个体来拆，它块根长成什么样子。好啦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雷头玉的块根是蛮明显的。我有看过更大的块头的啊，我背景现在在除草，所以就先这样子吧。OK， 这是它的块根。基本上，雷头玉算是块根很明显的物种。我喜欢它的原因呢，就是第一个是它有这个龟甲的特征。第二个呢，它的这个植株一般来说，基本上90%吧，都是呈现，即使是成株，也都是呈现低矮或者是圆球状的样子。对，不是这样子扁扁的啊，或者是圆球状的样子。然后，当然我比较喜欢咖啡色个体，或者是紫色的带紫色系的个体啦。对，然后它的刺座是蛮有特色，就是凹进去。凹进去的样子，跟其他的蛮多仙人掌都不太一样的。对，有刺的部分我就比较不喜欢的啦。有刺的，有细刺的，或者是长刺的，这就比较不是我喜欢的个体了。一般来说，好像没有中刺，但是偶尔也会有1、2个刺座，这不算中刺，这算上面的刺而已。但是也是有发现，比如说这个很奇怪，在这边长了一个中刺，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特征的，这个整体都是这样的特征。但我这个认为这个只是上面那根刺比较长啊，不算是中刺。我们来讲它的花呢，一般来说，它的花都是这种毛毛的，有些毛毛的这样子。
只有少数的个体会是在上面，它在上面这边会有细刺啊，但其实不是很明显。在干掉了之后，它会留下好像有细刺的特征。这个吧，有没有？这上面好像有细刺，但事实上，一般的花整个是没有细刺的，不像是有一些智力球属。我看看，像这种 ODIEI， 它的细刺就是布满了整个花苞，对，或者像这个系列，对，就是其他的智力球属跟其他智力球属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部分。那当然也不只有雷头玉这样的、啊，豹头也是这样子，没有刺的。那至于照顾的话呢，雷头玉非常怕水，所以如果你有积水在植株表面，或者是积水在下面或介质，它是蛮容易烂的，容易烂或者是染菌的。像这个有没有？这就是如果你潮湿太久的话，容易产生这种状态，或者是烂掉。所以保持通风跟干燥是对于雷头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所以这些照顾其实是我认为雷头玉是算是比较难照顾的物种。对，或者是说，你要知道它比较喜欢干燥的环境。对。至少干燥环境对来说比较健康的。然后雷头玉有些是有茎的，然后有茎的部分有黄色的茎，也有紫色的茎。如果是茎的话，它其实是蛮容易晒伤的，所以我个人没有特别。像这种就是太阳比较大就会变这样子，那它可能也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就比较容易晒伤，带着一点茎的基因。然后或者是这样，就这个蛮有趣的，这个体。全部都是呈现这种双色，好几个这种有趣的，就是带有一点其他颜色的个体，但我觉得有可能是茎基因在这表面，对。然后还有一颗茎的话是这个颜色，所以我觉得雷头玉的茎确实是比较不好照顾，可能就会比较需要遮阳吧，遮阴，而且又怕晒。看，太晒的话就会这样白白的。对，所以我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茎的雷头玉啦？但是有一些假设以后有漂亮的也是可以留啦。对啊，像这个就是茎的特征。好啦，茎的雷头玉就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要浇水的话，就至少等土干之后，至少7到14天再浇水，对，建议。然后这是另外一颗我比较喜欢的。通常这种比较短小的花是非常难授粉成功的，对，相对来说，这种正常的花是比较容易授粉成功的。对，好啦，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雷头玉就到此为止喽。OK。希望大家会喜欢啊！对了，这个是我的新背景。我本来都觉得背景很无聊，但是我这一次尝试新的背景。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干扰到视线的话，也麻烦告诉我，我会之后再做调整。OK，谢喽，拜拜。